今天我的心情真的比熊3飞弹点火发射那一瞬间还要澎湃，因为就在不久前，宜兰苏澳的龙德造船厂发生了一件足以让全台湾居民集体起立鼓掌的大事。那个被我们期待了整整10几年，代号高效能舰艇建造专案的最后一块拼图——沱江级量产型飞弹巡逻舰的最终舰，舷号 PGG-632正式出场了。看着它在工作船的引导下缓缓驶出船坞，那种全铝合金舰体散发出的冷冽金属光泽，简直是极致的工艺品。这代表着台湾海军自研军舰的一个重要里程碑，终于要在年底前画下完美的句号。12艘被我们寄予厚望的战舰即将全数回归。我就问一句，看到这种大龙德出品的精悍战舰，你热血沸腾了吗？在我们深入拆解这艘最终舰之前，我有个问题想问问大家，你们觉得在狭窄的台湾海域，到底是排水量1万吨的驱逐舰威慑力大，还是这种神出鬼没、配置不可思议火力的隐身小舰更有威胁？别急着给答案，看完今天这期视频，你一定会对不对称作战有全新的理解。准备好了吗？让我们把目光锁定在 PGG-632 那充满未来感的甲板上，先从我最痴迷、最狂热，也是这艘船灵魂所在的部分开始说起。没错，那就是这艘不到700吨的小船上，竟然配置了足以反制大型舰队的顶级火力系统。我信奉一句话，那就是在海军的世界里，没有什么是饱和攻击解决不了的。如果有，那就在数据链里多加几个发射单元。而沱江级军舰，在我们这些火力至上的粉丝眼里，简直就是个异类，是个为了输出而生的极致载体。你看它满载排水量，量产型也就是685吨到700吨左右，在动辄万吨的神盾舰面前，它就像个小朋友。但就是这个小朋友，它的甲板下隐藏的却是足以让大型目标感到战力的毁灭性能量。我们先来看看它那令人屏息的反舰清单，这是我最喜欢的部分，每次念出来都觉得浑身爽快。虽然为了安装防空系统，量产型的配置调整为常规8到12枚反舰飞弹，但它依然保留了极限扩充能力。在最极端的对舰突击模式下，这具模块化发射架依然拥有让人头皮发麻的饱和打击潜力。想象一下，超音速的熊3与次音速的熊2交织在一起，那将成为敌方防空系统无法摆脱的噩梦。你要知道，对岸那些几千吨的05C 护卫舰，标准配置的反舰飞弹通常也就8枚，而我们这艘不到700吨的沱江级，在火力投射强度上，竟然能与数千吨级的战舰平起平坐。这就是我们引以为傲的暴力美学，特别是那个雄风3型，那可是中科院的压箱底宝贝，冲刺速度达到3马赫以上。一个重达数百公斤的钢铁巨兽，以3倍音速在海面上绿海飞行，一般的雷达在波浪噪声中根本反应不过来。等到目标肉眼看到火光的那一秒钟，熊3已经穿透了装甲，在船舱内部疯狂释放能量。这种一发入魂的快感，才是我们热爱军事的灵魂所在，对吧？除了反舰，量产型的沱江级在防空火力上也进行了堪称奇迹的进化。它配置了整整16枚海剑2型防空飞弹，这是中科院将天剑2型海军化的巅峰之作。搭配桅杆顶端那颗海风眼旋转型相位阵列雷达，直接将多目标追踪能力直接拉满。其中海风眼雷达负责在大范围海域搜捕目标，海剑2飞弹则负责在第一时间将空中的威胁精准抹除。这两者结合，为这艘小船撑起了一把强而有力的防御伞，让它不再是只有进攻没有防守的偏科生。再说说舰首那门 MK75 76公里快炮，这门炮在意大利奥托原厂技术授权下，射速快到让人赞叹。从第2批次的单江舰开始，我们更升级了意大利里奥纳多的 NA30S MK.2 视控雷达。这台精密的视控雷达就架在舰桥上方，它就像这艘战舰的黄金右眼，引导主炮进行外科医生般的精准打击。你以为这就完了？其舰尾还有一座 MK15 密集阵近程武器系统，每分钟几千发子弹交织出的火网是最后的守护神。有的观众可能会问，把这么多重火力撒在一艘小船上，重心真的不会不稳吗？这就问到点子上了。这就是为什么我惊叹我们自研能力的地方。沱江级的载台设计，火力只是它的剑，而它的身法才是真正的精髓。大家想象一下，如果你是防御方，你在雷达上看到12个快速移动的小点，每个点都携带着16枚毁灭性的飞弹，你是要拦截那枚3马赫超音速熊3，还是要防御低空钻过来的熊2？这种防控压力足以让任何国家的海军防御系统在那一瞬间直接崩溃，陷入死机。所以在我心里，沱江级根本就不应该叫巡逻舰，应该叫它移动的导弹塔。我最崇拜的就是这种小舰扛大炮的设计哲学，因为在我们家门口能有效威慑才是唯一的真理。
不过，要把这些火力成功送到对手面前，还需要一个极致的载体，一个能让它像幽灵一样穿梭海峡的躯体。那么，中科院和龙德造船厂究竟是用了什么样的设计，才让这艘船具备了超跑般的机动性？如果说火力是沱江级的灵魂，那它的双船体设计就是它的神体，是它能在海峡里横行霸道的本钱。大家看新闻画面中 PGG632 出场时的样子，有没有发现它的造型跟一般的军舰完全不一样？它的船底不是那种尖尖的 V 字形，而是有2个独立的赤蕊片体支撑着上面的主体，中间是悬空的。这就是穿浪型双体船，外形科幻到了极点，像极了星际大战里的未来战舰。这种设计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呢？一个字，快，快到没朋友，快到让一半的追逐者望尘莫及。原型舰沱江号刚出来测试的时候，在轻载状态下，最高航速竟然能冲到44节。各位，44节在海上是什么概念？那是时速超过80公里的狂飙。一般的渔船在它眼里就像是静止不动的障碍物。虽然量产型为了装载更多防空飞弹和装甲增加了不少重量，但满载航速依然能维持在惊人的30节以上。更厉害的是它的水喷射推进器，它不像传统军舰用螺旋桨，而是像喷射机一样从后方喷出高速水流，这让它可以在海面上实现原地360度大回转，机动性刁钻到极致。除了快，这艘船最强大的本钱在于它的逆踪属性，也就是雷达隐身能力。你仔细观察它的舰体表面，几乎找不到任何垂直的角度，所有的平面都经过精密的倾斜设计，连那些反舰飞弹发射箱都被整齐地包覆在具备隐身功能的舷墙内侧。这就是为什么要叫它魅影的原因。这种内倾结构能有效地把探测过来的雷达波反射到天空中或其他方向，让对方的雷达在远距离难以捕捉。再加上全铝合金的舰体材质，磁性极低，那些靠着感应磁力引爆的水雷在它面前威胁大减。而我最佩服龙德造船的一点，就是他们敢于在这么小的船上尝试世界顶尖的穿浪双体构型。虽然在研发初期，原型舰被爆出过不少挑战，像是浮力计算与耐波性的平衡问题，但这就是自研的必经之路啊！你不去踩过那些坑，你永远学不会怎么修出一条通往巅峰的路。到了现在的沱江量产型，也就是从塔江舰开始，我们的设计师把船身长度从60公尺拉长到了65公尺，排水量增加了，吃水更稳了，船底的设计也从锐利的 V 型改成了更平缓、更稳固的 U 型。这些看不见的微调，让这艘船在波涛汹涌的台湾海峡里依然能稳健前行，哪怕是海象达5级、6级，沱江级依然能执行任务。这就是我们守护海疆的硬实力，而且它吃水浅，这意味着它具备极强的生存战略优势。如果开战的第一时间大型军港受到波及，沱江级可以迅速钻进台湾沿岸的中小型渔港隐藏起来，他们在那里补充弹药、加满油料，然后像幽灵一样再一次冲出海面，给予对手意想不到的回击。这就是我一直强调的不对称作战的核心。我不跟你比谁的船大，我比的是谁藏得好，谁打得准。这时候有的观众可能又会问，全铝合金船体如果发生火灾，是不是风险很高？这就是专业问题了，也是我觉得要反思的地方。铝合金确实不耐高温火灾，所以沱江级在设计上强制要求符合 A60 等级的防火规范，并配备了强大的损管和喷淋系统。在现代海战中，最好的防御就是不被发现和不被命中，而沱江级就是靠着逆踪与高速争取先手权。而且这艘船的自动化程度很高，只需要50多个人就能操作整艘战舰，效率极高。对于我们人力资源宝贵的岛屿来说，这简直是量身定做的神兵利器。看到这里，大家是不是觉得已经对沱江级的性能感到无比震撼了？先别急着关掉影片，真正的战略深度其实隐藏在这些钢铁和雷达波背后的体系力量。既然这艘船这么强，为什么我们要把原本设计的反潜装备全部拆除？很多粉丝在后台留言问我，既然沱江级这么猛，那它是不是无敌的存在？兄弟，我很想跟你说是，但我必须带你从更高的战略逻辑去看待这个问题。我们要明白，沱江级从来不是为了单打独斗而设计的孤胆英雄，它是整个台湾防卫体系中那个最致命、最精锐的执行节点。我们现在运用的是世界先进的作战概念——分布式杀伤。什么意思？就是把庞大的火力分散在无数个微小难以捉摸的平台上，让对方无法一次性清除。
这就是为什么我对12艘沱江级全部即将服役感到如此热血，因为狼群终于成型了。你想想，一艘万吨驱逐舰如果受损了，战力会瞬间崩溃。但是如果我有12艘沱江级，你很难一次全部压制。而且这里藏着一个战略上的亮点，也是大家经常讨论的平战转换。大家知道海巡署也建造了12艘跟沱江级长得一模一样的姊妹舰安平级巡防舰吗？中科院在设计安平级的时候就预留了飞弹管线与模块化发射空间。平时海巡安平级执行护渔与救难任务，是我们最帅的海上警察。一旦进入战时状态，凭借着预留的空间，海军接管后能在极短时间内让它挂载雄风飞弹，这就是所谓的兵力倍增，让我们的威慑力量在瞬间成倍数成长。而且这些小船是连在一个强大的战术数据链与新一代训练战斗系统之中的。沱江级不需要随时开着雷达去寻找敌人，因为开雷达反而会暴露自己，它只要像魅影一样潜伏着，安静地接收预警机或暗击雷达传来的目标坐标。等到数据一进入系统，它只需要执行发射指令，飞弹就会自动飞向目标。当然，沱江级也有软肋，这世上没有完美的武器，它最大的挑战其实是它的人员维持，也就是我常提到的边线比问题。因为沱江级在风浪中的摇晃频率比较特别，官兵执勤其实非常辛苦，体力负荷很大。如果我们有了世界一流的战船，却面临人员流失的挑战，那战力就会打折扣。此外，中科院在量产型上坚决拆掉了反潜装备，这是一个非常明智的取舍。因为要在700吨的空间里塞进防空、反舰、反潜，最后只会样样通样样松。我们选择了专精于对海与防空，就是一种深刻的战略智慧。看着这12艘战舰整齐划一的完成计划，你感受到那种守护家园的决心了吗？你感受到那种从早期训海计划一路走来不断修正、不断进步的韧性了吗？当 PGG-632 这艘最终舰缓缓驶出船坞的那一刻，我们见证的不仅是一项造舰计划的完成，我们见证的是我们对自主防卫最坚定的承诺。这12艘沱江级战舰就像是守护海疆的12个金刚，彻底改写了台湾海峡的海权拼图。以前我们面对规模庞大的舰队，心中难免会有一种压力感，但现在有了这12艘军舰，海峡的局势已经发生了微妙的质变。这代表任何人在动念之前必须先算一算，他们的防御系统能否挡得住200多枚雄风飞弹的同时问候。如果答案是不确定的，那这就是我们最强大的战略威慑力。而这一切都归功于我们强大的自研能力。从2009年的训海计划启动到现在2026年，我们走了整整17年。这17年里，我们经历过原型舰浮力不足的质疑，经历过预算被冻结的争议，经历过无数次技术攻关，但我们没有放弃。我们的工程师在压力下用勇气和创意去弥补资源的缺口。从那艘小小的实验性质的光荣之星测试船开始，我们一点一滴的积累数据，我们学会了如何焊接铝合金，学会了如何整合海剑2飞弹，学会了把各国顶尖装备与资源系统完美融合。这种从无到有、从有到精的过程，才是最接地气、最能打动人心的地方。看看 PGG-632，我仿佛看到了台湾造船业的脊梁骨，它象征着我们掌握了自己命运的钥匙，不再只是被动的等待。当然，我也知道有些观众会说，你这也太乐观了，实力差距依然存在。我承认，我们不能无视差距，但我们也不能妄自菲薄。军事的力量不仅在于你有多少钢铁，更在于你保护家园的决心和战术的灵活。沱江级的出现，就是为了让这份决心变成一种看得到、感受得到的战略实力。未来的我们可能会有更大的巡逻舰，可能有更先进的无人艇编队，但沱江级永远会被历史记住。它是那个在关键时刻横空出世的海中利剑。它告诉世界，虽然我们是一个岛屿，但我们的意志比任何海洋都要广阔。好了，看完了这12艘海上金刚的深度解析，你觉得在未来的战场上，我们还需要什么样的自研武器？是更隐身的微型潜艇，还是载满无人机的海上母舰？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想象，我会一一回复大家，我们一起交流。感谢大家的观看，我们下一期节目不见不散。